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宏。今天想分享2024年7月份的最新游戏推荐。大量游戏发表轰炸的6月份终于告一段落了。游戏讯息铺天盖地的期间进行叫价，也有好几款游戏引起争议，甚至有的延期，有的取消了原本看似快成功上市的游戏。在6月最新游戏推荐影片中有介绍的 Life by You 已经宣布了取消发布，原因是该团队过度关注于细节而忽略了整体。也认识到即使有再多的时间也很难接近他们所满意的版本，好遗憾呀。模拟人生领域的游戏终究还是由模拟市民来独占，不知道英最会发展成什么样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吧。首先，第一继承者由 Nexo 开发的第三人称打宝射击游戏，果然韩国开发的游戏就是香，而且还是免费的。本作讲述英格里斯的和平全然掌握在程序献血者力量的继承者手上，继承者具有超越常人的能力，将齐心协力对抗摧毁他们城堡的巴克斯以及巨神。在游玩方面，制作团队想让玩家能够自己打造属于自己的专属战略，以各式各样的角色、能力、装备、育成要素发挥玩家的创意。例如，班尼的能力是快速移动时会产生电磁力，对附近的敌人造成伤害。如果佩戴生物燃料的改造模组，就能冲刺不停。等等，其他不同的角色搭配不同的武器，都能呈现不一样的效果。一切皆取决于玩家。游戏现已发售，记得它是一款免费游戏哟。登录 PS4、PS5、Xbox One、Xbox Series S 及 Steam 平台，支援线上4人合作且支持中文。绝区零由米哈游开发的全新3 D 动作游戏，故事发生在被神秘的超自然灾害空洞所侵袭的近未来。在这场灾祸频繁的世界里，新爱利都掌握了与空洞共生的技术，且开采空洞中让整座都市繁荣的珍贵资源以太。游戏中玩家可以组建3人小队，透过补空和特殊技向敌人发起进攻，而闪避和格挡可以有效化解敌人的攻击。当敌人进入失衡状态，就是玩家使用粘血技打出华丽连招终结敌人的时刻。虽然本作还没上市时就被批是崩坏3的换皮游戏，比较让我意外的点是该游戏的制作人竟然有找快打旋风6的制作人进行对谈，非常真实的分享彼此经验以及游戏开发的细节。游戏现已发布，想玩的玩家现在可以去下载咯。登录 PS5、Epic Games 以及手机平台，支援线上4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大家一起骰子街由桌游研公司 Grounding 开发结合旧新版本的一款数码桌游，曾在2015年被提名为德国年度游戏大奖，并在全球销量超过100万套。游戏开始时，每位玩家拥有麦田和面包店这2个设施以及3个硬币，轮到你时可以掷1或2个骰子，骰子的点数与你拥有的设施匹配，就可以触发该设施的效果，且可以建造新的设施或地标。第一个建造完成4个地标的玩家获胜。为了比其他玩家更快地建造4个地标，玩家可以通过收集多个相同设施来实现逆转，赚取大量钱钱，或者通过收集各种设施来增加获取硬币的机会，在有限的选择中做出最佳决策。游戏现已发售，登录 Switch 及 Steam 平台，支援本地以及线上4人游玩，支持中文。美少女梦工厂2少华再续由 Brisbane 以及 Monkey Craft 开发的模拟养成游戏，为了纪念30周年特别制作的新版本重新绘制了图像。玩家将作为父亲养育女儿从10岁至18岁，在这8年期间，女儿会经历各种体验，逐渐成长为大人。游戏中始终会显示女儿的状态参数，方便玩家对女儿的状态一目了然，确认未来应该做什么。根据不同的养育方式，都会对她的未来产生千差万别，完成不一样的结局。针对 PS4 和 PS5 的版本，为了要达到 PlayStation 的伦理标准，对原作进行了更改，上述了增加女儿胸部大小的道具，以及与父亲或管家结婚的2个结局。且 PS 平台会延期至8月8日发售，要多加留意。Switch 和 Steam 版则不会对内容进行更改。游戏将于7月11日发售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新特堡传说由 Microburst Games 开发的动作冒险角色扮演游戏，背景设定在一个新兴旅游热点田园诗般的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中。主角是位名为路易莎的实习律师，准备一把剑和一本旅游指南，探索美丽的周围环境，揭开地牢中隐藏的挑战。在山中可以透过滑雪、穿越、攀登等各种方式进行冒险，驾驭风的力量击退怪物，杀出自我风格，且运用智慧与魔法揭开谜题，无数的地方等待你去发现。游戏将于7月18日发售，登录 Xbox Series S 及 PC 平台，首发 HGP， 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
Nintendo World Championship 发米空世界大会，有任天堂开发以发米空游戏进行计时赛的挑战游戏，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红白机。其中共有从13款发米空游戏中精选收录出超过150项竞技，在各项竞技中挑战最快的时间纪录。每项竞技都各有特色，让玩家争夺每周全球线上排行榜。当然也会有派对模式，让大家进行实时比拼，能够离线举办最多8人的竞技大会。游戏将于7月18日发售 ，Switch 独占，支援本地8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最火黎明围攻，由 A44 Games 开发的魂系动作游戏，故事讲述冥界大门遭人开启，诸神以及亡灵大军倾巢而出，使奇安大地陷入包围，而玩家将扮演联盟军的精英成员 No Wally。与神是狐狸的伙伴联手向诸神展开复仇。本作融入了快速移动机制带来的动态以及爆炸性的战斗，将近战、枪火和魔法结合在一起，打出致命的连击。在旅途中发现新装备，加强武器，并升级装备，迎接与诸神的终极对决。游戏将于7月18日发售，登陆 PS5、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，首发 HGP， 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简体中文。国境神女神之道，由 Capcom 开发的战略结合动作的游戏，玩家将扮演3只巫女的守护者，以被污秽覆盖的山村为故事舞台，会分为白天和夜晚的2个阶段。白天需要净化覆盖村庄的污秽，以此救出村民，赋予他们各式各样的职业，为晚上的战斗做好准备。其中还有可能会发现损坏的机关，把这些机关带给工匠修理，同样能够助于防御。一旦准备就绪，就是日落之时，卫库会从异界之门现身，他们的目标是记述着净化污秽之力的3只巫女。在这期间，你将指挥村民亲自挥刀打倒迎面而来的卫窟，引领巫女向鸟区前进，透过舞动华丽庄严的神乐之舞镇压污秽。游戏将于7月19日发售，登陆 PS4、PS5、Xbox One、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，首发 HGP， 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新电波人类 RPG Free 由 Genius Sonority 开发的角色扮演游戏。先提醒大家，本作不支持中文，不过有英文，是款免费游戏。电波人类的设定是一种处在电波周围漂浮的神秘生物，虽然肉眼看不见，只要用上 Nintendo Switch 就可以找到并捕捉它们。如果4人一起参与捕捉活动，会更容易找到稀有的电波人类。电波人类的颜色代表抗性，像是红色的电波人类对火属性攻击有较高的抵御力，但受到水属性攻击时会受到巨大伤害。头上的天线则是技能，除了对敌人的攻击技能外，还有恢复伙伴 HP 的技能等等，且还有冒险基地的岛屿让玩家自由装饰。比起探索各种地点或是与怪物战斗，有时候忘记冒险打扮自己，悠闲的度过也不错。游戏将于7月22日发布 ，Switch 独占，支援临近主机以及线上4人游玩。最后 ，The Starling Eos 微小星辰由独立工作室 Silver Lining Studio 开发的叙事解谜冒险游戏。该团队的前一部作品是《气定话语最美好的景色》，玩家将扮演一位年轻的摄影师 Day， 踏上一场追寻着失踪母亲踪迹的奇幻旅程。儿时的 Day 定期会收到旅行中的摄影师母亲寄来的信，信中都会附上一张美丽的旅行风景照。直到某天 Day 发现照片内有些奇异之处，让他深信不疑的一切顿时备受挑战。在这趟旅程中，玩家将透过迷人的手绘世界，按下快门捕捉那些生活中珍贵却稍纵即逝的回忆，重现照片景色，深入探索家人的谜团，让尘封已久的爱找回真实的样貌。游戏将于7月23日发售，登陆 Switch、PS5、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。接下来游戏快报，《波与月夜之青年》由 Squishshot Studios 开发的 2.5D 和风动作平台游戏，采用色彩鲜艳的手绘风格世界，讲述关于小小的妖怪波冒险恢复世界和谐的故事。超侦探事件簿物语迷宫 Plus 由 Spy 枪手开发的黑暗奇幻悬疑推理游戏，是去年6月上架至 Switch 的游戏，以强化版登陆各大平台，支援 4K 解析度加上整体效能提升，也新增了美术回廊模式、剧情片段 BGM。以及4个之前发布的 DLC 内容。实况野球2024至2025由 Konami 开发的棒球游戏，迎接系列30周年纪念大会，将各种以往出现的模式以及元素集结在一起，且新增全新的培育模式，对决传奇之战，与历代传奇球员进行对决。本作不支持中文哟。害灵胎由波伊念开发的 3D 平台休闲冒险游戏，关于成为小精灵并守护日常生活的故事，适时的从一个影子跳跃到另
另一个影史，返回原来的位置。F1 车队经理2024由 Fortier 体玩人们开发的车队管理模拟游戏，创建自己的车队来挑战赛场并铸造新的传奇。从设计到涂装设计到标志和赛车服都能由自己自定义。该游戏还使用了全面的新心态系统和合同谈判，提供不可预测的深度管理。雷纳提斯由 For You Corporation 开发的动作 RPG， 让 Citron Wars 进行中文化。在真实的东京涉谷，两位立场不同的主角为了他们各自向往的世界而战斗。中文版只能在港区才能购买哦，注意不要买错。烟云蛇六生由网易旗下的 A1 Store Games 开发的开放世界武侠动作游戏，玩家将扮演年轻武侠随心所欲的遨游，任意选择任何功法，挑战强大的对手，学习他们的招式，不需要以门派为常态。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这个7月你最期待哪款游戏呢？或是有我在影片中没有提到的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支持小弟我哦。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